整棟大樓的建築精華所在呢，就是1樓通往2樓的這個部分。2樓還有一家咖啡廳，這裡還有一家老式的唱片機。如果你今天站在上海雲南南路大世界這一帶，很難想象這片看似普通的城市街區，曾經是老上海最複雜也最生動的地方之一。而八仙橋正是理解這一切的一個路口。八仙橋這個名字本身就帶着上海人特有的性格。19世紀中葉，第2次鴉片戰爭結束後，英法聯軍在北京八里橋獲勝。隨後，上海法租界當局將今天雲南南路一帶命名為八里橋街。這是典型的殖民者敘事，用一場戰爭的勝利給城市命名。但上海市民並不接受這樣的含義，於是用諧音把八里橋改成了八仙橋，表面聽起來吉祥隨意，實際上卻是一種溫和卻堅定的反抗。到了19世紀70年代，隨着法租界不斷向南擴張，周京，也就是今天的西藏南路一帶，成了租界與華界之間的分界河。為了交通便利，法租界在周京上修建了多座橋梁。這些橋大多靠近八仙橋街，於是老百姓乾脆統稱它們為老八仙橋、北八仙橋、中八仙橋、南八仙橋。慢慢的，八仙桥不再只是某一座橋的名字，而變成了整個區域的代稱。進入20世紀，八仙橋真正迎來了它的高光時刻。1917年，商人黄楚九在這裡創辦了大世界遊樂場，一下子呢把人流、娛樂、商業全部吸引到了這一帶。隨後呢，南京大戲院、黃金大戲院、恩派雅戲院相繼開業，京劇、粵劇、話劇、雜技輪番上演。這裡不只是娛樂中心，更是文化碰撞的現場。白天是市民買菜做生意的地方，晚上則燈火通明，熱鬧非凡。正是在這樣一個中西交匯、階層混雜的環境中，八仙橋基督教青年會誕生了。20世紀20-30年代，這座建築由中國建築師設計並建造，在當時是非常少見的。這棟樓建於1931年，在那個上海遍地是西方建築師作品的年代，中國第一代建築師沒有模仿歐洲，而是向更古老的北京致敬。大樓的設計靈感來源於北京前門城樓，整體呢為新古典主義風格。整個大樓的外觀好似北京前門城樓，它有很多中式裝飾元素。比如說，這個屋面呢是一個藍色琉璃瓦屋面，可能鏡頭裡看的不是特別清楚。飛檐翹翼，加上一個西式立面，是一個中西結合的典範。八仙橋基督教青年會，它的具體地址呢就在西藏南路123號。那麼它的旁邊呢就是著名的大世界了。那麼今天呢，大家就跟着我的鏡頭一起來逛一下這棟精美的老建築。一進這棟大樓的1樓呢，這片區域應該是一個迎賓區吧，不過這裡並沒有人。牆面上貼了關於這棟建築的一些簡單的歷史介紹。從大門口進來呢，這兩旁就是2副樓梯，我們走上去。哇，這個樓梯好扎實啊！整棟大楼的建築精華所在呢，就是1樓通往2樓的這個部分。
首先，它這個樓梯採用的是非常厚重的石材，讓人看上去呢非常的沉穩。另外呢，2樓這邊的一個門窗，採用的是一個仿古的設計，感覺有點像教堂的花窗。這邊的屋頂上呢，有一盞非常漂亮的水晶吊燈，感覺非常的璀璨華麗。另外，屋頂上呢有天花彩繪。我們現在就走進2樓，看看裡面是長什麼樣子的。看这個門窗上面的那個設計啊，圖案設計跟我剛剛拍的2樓的這個大門窗一樣的，這邊都有個圓的，就這個花紋很特別啊，非常漂亮。整个地板上的这個地毯的配色也很特別啊，可能是為了呼應這個屋頂上的這個顏色吧。這裡還有一架老式的唱片機。2樓還有一家咖啡廳，這家咖啡廳也是古色古香，現在依然在營業當中。整個2樓的裝扮非常的復古。走到這邊呢，是一些對這家酒店的一個歷史的介紹。因為當年呢，這個酒店也是來了很多名人啊。它這邊呢是對來過的一些名人的簡介吧。這邊還有一個露天的部分。好啦，今天我們探訪上海八仙橋基督教青年會賓館呢，就到這裡結束啦。感謝您的收看。如果您喜歡我的視頻呢，請訂閱我的頻道。我們下個視頻見吧，拜拜。